老头给他量完之后，跟他说没有静态下沉量，所以他过坎的时候会很颠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，在视频开始我们说过，这辆车现在的情况是前硬后软，那么在它后边很软的情况下，又没有静态下沉量，这个时候如果是你，应该怎么调呢？大家思考一下。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老头说很不幸啊，目前这个车的后避震的弹簧很软，而且阻尼很小，所以你在上车之后会把这个车后避震压到底，然后没有任何缓冲了。同时前避震又很硬，所以过坎的时候会一跳一跳的。现在正式开始调，首先调的是后轮的预载，在这里把预载从当前位置往逆时针方向拧了4下，并且到头了，所以最终停到了没有预载的位置，也就是0。在这里调软预载是为了增加这辆车后避震的静态下沉量。原因是当车主反馈车比较硬很颠的时候，且在检查的时候没有静态下沉量，那么我们要优先调出静态下沉量，这就是为什么要把预载变软的原因。这个时候就开始调这辆车的压缩，因为我们把预载变软了，且刚才最开始量的时候，老头是跟他说后避震很软，软的基础上我们又调软了预载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应该增加压缩来增加这辆车的后边的支撑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开始调压缩，所以最终这辆车的压缩是从顺时针拧了25下到头，然后往回退了10，也就是25减10等于15。换句话说，它来的时候这辆车是没有任何压缩阻尼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它后避震触底的原因之一。后避震这边最后调的是回弹，然后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回弹速度偏慢，所以这里把回弹逆时针增加了2格，从而加快了回弹速度。老头这里说，因为你最开始的时候后避震没有任何支撑，所以当你过坎的时候会一下触底。现在呢，我们把预载放松，获得了一点点静态下沉量，同时增加了压缩阻尼，获得了一定的支撑性。所以当你再过坎的时候，你的支撑性就会变好，等于是给你的后避震加强了。然后老头说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避震。前避震的行程其实用了非常非常少，大概这只有个1/3、1/4的样子，所以它前避震非常硬。我们现在要解决一下。因为很硬，所以一般都是先动预载。这个时候发现它的预载是0，也就是最软的状态下，那它的避震器还很硬，所以可能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压缩有问题。所以紧接着去查这辆车的压缩阻尼大魔鬼的压缩在下面，所以最终这辆车的压缩逆时针拧了2圈半，因为总计是3圈，也就是只留了半圈的阻尼。调整完预载压缩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回弹老方法压车头。你会发现这辆车的回弹几乎都不动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头把它的回弹阻尼也减小，逆时针去调。最后这个车的前避震的整体行程要灵活很多，它的活动范围增大了，这也是视频里老头期望给它调整的方向。调完之后，老头说你的车再也不会像这样头高脚低的去过坎一跳一跳的了。最后老头说你去试一圈回来看一下有什么反馈。回来之后问他说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这兄弟说 perfect， 非常舒服。所以如果你也有个大魔鬼，恰巧你的车也是这样的话，可以试试看哦。当然其他车友也可以按图索骥。好，今儿就到这儿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